澳大利亚最新援助49辆 M1 坦克抵达乌克兰，特朗普政府公开解密文件，前总统奥巴马涉嫌叛国，欧洲寻求核保护， F-35A 大卖，一旦北约与俄开战，美承诺立刻摧毁加里宁格勒，事情真相究竟如何？让我们接着往下看。7月19号，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转运，澳大利亚支援的 M1A1 坦克终于抵达了乌克兰。按照澳大利亚国防部声明，澳军向乌克兰提供的 M1A1 数量总数是49辆，目前乌军已接收其中的大部分，而最后一部分也将在未来数月内交付。澳方称，这笔坦克援助价值 2.45 亿澳元，约合 1.6 亿美元，是澳大利亚对乌克兰15亿澳元援助的一部分。在这批 M1A1 运抵后，乌克兰所得的此类坦克总数将达到80辆。但是俄乌战场这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一个巨大的消耗性熔炉，陆战装备只要到前线就免不了遭受损失。俄军基于有充足的打 M1A1 坦克的经验，所以以现有手段来打击后来者问题也不算大，甚至因为打了 M1A1 的奖金更多，因此俄军的反坦克热情会更高些。而对乌军来说，虽然未来难免会继续损失，但有总比没有强，至少这批坦克谨慎使用的话，多少还是能消耗一段时间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日前发布逾100页解密文件，指控前总统奥巴马及其政府成员在2016年特朗普胜选后，系统性操控情报，伪造通俄门叙事，意图颠覆特朗普的胜选结果。加巴德将此定性为叛国阴谋和长期政变，相关证据已移交司法部刑事调查。美国情报机构联合会也发布了相关通报，强调了关于特朗普通俄门的资料是被政治化的假信息。加巴德提交的文件显示，在通俄门事件爆发前的2016年9月至12月，美国17个情报机构就对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联系进行了评估调查。这些机构均认为俄罗斯可能未尝试通过大规模网络攻击影响大选，针对选举基础设施的黑客行动未改变投票结果，且未能实现有效的选举篡改。12月7号，即特朗普胜选1个月后，情报界向奥巴马提交总统每日简报，明确标注俄方未通过恶意网络活动影响选举结果。2天后，奥巴马召开白宫国家安全团队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的助理向情报机构下达指令，按照总统要求重新撰写关于特朗普的报告，其中要详述俄罗斯干预选举的工具与行动。同日，原始报告被撤回。 FBI 内部的通信显示，其高层以存在新的指导意见为由，推迟该原始报告发布。次年1月，关于特朗普通俄的新报告出炉，其中宣称俄干预大选助特朗普胜出，但加巴德在解密文件中指出，这份新报告采用英国前情报人员斯蒂尔编撰的斯蒂尔档案，后被证实为希拉里阵营资助的政治抹黑工具。另外，美国国家安全局和 FBI 对俄罗斯黑客骇入美国政府服务器的指控可信度评级为低，但新报告中并未提及这一点。原始报告中未影响选举结果的措辞被删除，替换为意图破坏美国民主制度。加巴德指出，奥巴马政府的目标是彻底颠覆特朗普的执政合法性，为此他们通过虚假的报告来启动通俄门调查，推动2次国会弹劾及多起诉讼，瘫痪特朗普执政，同时向美国媒体泄露虚假的所谓内部消息，加剧国内舆论对特朗普的无端质疑。他强调，奥巴马政府发起的通俄门调查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此举不仅让美国民众对选举安全质疑激增，还让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陷入冷战以来最大僵局。而以上种种指控都足以将奥巴马政府的行为定性为叛国。文件显示，遭到加巴德叛国指控的美国高层，除了前总统奥巴马，还包括时任 CIA 局长布伦南、FBI 局长科米、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其中布伦南与科米已因向国会作伪证被刑事调查。截至目前，奥巴马团队尚未回应相关指控，而加巴德则预告接下来将披露更多事件细节。看来这次共和党是认真的，清算的时间到了。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经过去了半年时间，而这期间估计特朗普政府一直都在收集民主党的黑料，为现在的反击做准备。从2023年下半年到去年大选前夕，民主党接连用封口费案、涉嫌处理机密文件不当案以及1月6日冲击国会大厦案来阻击特朗普参选。
可特朗普勉强度过一劫。可以说，前2年民主党怎么整特朗普的，特朗普这次就要悉数奉还。正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上个月初，特朗普签署文件，指示有关部门启动专项调查，重点审查前政府幕僚是否存在集体隐瞒拜登健康状态的嫌疑，以及是否存在未经授权使用智能签名设备处理总统文件的违规行为。而这次特朗普政府就将矛头指向奥巴马，指向民主党的这位幕后话事人。美国政坛的一场清算大戏恐怕才刚刚拉开帷幕。整个欧洲的军工厂都在开动起来，尤其是谋求获得可靠核保护，原因自然是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即便是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也担忧俄罗斯在战胜乌克兰后会对自己发动新的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的一系列动作为这种担忧提供了现实依据。瑞典电视台报道称，卫星照片显示，俄罗斯正在扩建距离瑞典边境仅43公里的核基地，包括新建筑、3层安全围栏现代化改造，和该基地被认为可以储存约100枚战术核弹头。此外，位于白俄罗斯境内的阿西波维奇核基地也纷纷得到了升级。这些核基地靠近北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这些国家均已加入北约。核武器专家威廉·阿尔伯克称，普京知道这些威胁会引发西方世界的恐慌，普京利用恐惧战略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在升级其他核基地。行星实验室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位于远东的勘察加半岛核基地和位于加里宁格勒的核基地也得到了升级。对欧洲来说，加里宁格勒威胁最大，这里部署的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伊斯坎德尔 K 都能够携带核弹头，后者更是几乎将整个欧洲纳入覆盖范围。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争，后果不堪设想。美国欧洲及非洲陆军司令克里斯托弗 T 多伦修将军在接受防务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一旦受到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北约计划迅速摧毁加里宁格勒。不过即便如此，欧洲国家普遍担忧自身安全。近日，包括路透社在内多家媒体报道称，多枚 B6112战术核炸弹从位于新墨西哥州科特兰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核武器中心被转移到了位于英国萨福克郡莱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新建的核武器储存设施。这是自2005年以来，美国首次将核武器部署到了英国。B6112是目前美军现役最先进的战术核炸弹，可以由包括 F-35A 在内的各类战斗机和轰炸机挂载发射。稍早些，英国政府又订购了12架常规起降型 F-35战斗机。英国首相斯塔默明确表示，英国政府购买的这些 F-35A 具备携带核武器的能力。这项采购使得英国空军在接近25年后再次重新承担核任务，而不再仅仅依靠战略核潜艇来威胁俄罗斯等潜在对手。除了英国之外，德国等国也纷纷改变原本的计划，购买了可以发射核炸弹的 F-35A。目前美国在欧洲5个国家部署有 B61系列战术核炸弹，此时北约国家的战斗机可以挂载这些美国核炸弹执行任务，平时则由美军负责保存和监管。俄罗斯对此反应强烈，在2战结束后，苏联和俄罗斯纷纷都将原名科尼斯堡的加里宁格勒飞地视为对欧洲战略的最重要支撑点。俄罗斯国家杜马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列奥尼德斯卢斯基告诉塔斯社，任何对加里宁格勒的攻击都会被视为攻击俄罗斯本土。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